如果你22年来吃吐司，你都不要配奶油，你都配，你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其实会比较低哦。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让你长命百岁、青春永驻，而且夜夜笙歌，没错，就是那种能力，不是让你去唱 KTV 的那种能力哦。那你一定要把今天的影片看到完，因为今天就要介绍一个超级厉害的饮食方式。我们知道，全世界现在大概有4.25亿人口受到糖尿病所苦，估计到了2045年就有7亿人口被糖尿病所苦。糖尿病不只是血糖高，担心的是它的并发症，像心血管疾病、癌症以及肾功能减退，或者是其他死亡率的上升。根据统计发现，第2型糖尿病以及第1型糖尿病的病人，他们其实寿命会比一般人短。以第2型糖尿病来讲，寿命会比一般人短上6年。那正所谓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如果你今天不好好调整你的饮食方式，其实糖尿病就会跟你形影不离。那我们用什么好的方式呢？1970年代，美国的生物学家就发现说，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这里的人，他们活得特别久，而且心血管疾病很少见。然后去研究之后，就发现原来他们的饮食跟别人不一样。而这个饮食方式在2013年的时候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的人类遗产。这个饮食就叫做地中海饮食。在地中海有7个国家，包含我们知道的西班牙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克罗埃西亚、摩洛哥或是塞浦路斯这些国家，他们都会使用这样的饮食方式。今天的影片就将告诉大家，这个饮食跟其他饮食方式，像是吃素啊，或是少油少盐，到底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另外要告诉你，这个饮食除了降血糖，对我们身体还有哪些好的好处，并提供给大家几个有效的食谱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完哦。那我们首先来谈地中海饮食跟几个饮食方式 PK。第一个是低脂饮食，也就是每天把脂肪的量控制在50克。因为我们常说你就是吃熏油菜安内啦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那再来第2个方式则是低碳饮食啊。那这个低碳饮食，因为他认为说低脂饮食其实不对哦，我们会得到心血管疾病，其实是不只是吃太多油脂，而且常常是因为吃太甜呐所以他要控制我们不要吃太多甜，那蛋白质是适量，脂肪反而可以吃比较多。这几个跟地中海饮食比起来怎么样呢？低脂饮食它糖化血色素大约下降0.4，地中海饮食则是可以下降0.5，低碳饮食则是可以下降0.9。所以看来糖化血色素低碳饮食是第1名。好，果然吃太多碳水化合物真的比较容易让糖化血色素升高。但是地中海饮食还是有一个优势，它跟低脂饮食比起来得到这个心血管的并发症的机会是比较小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2种饮食，第一个就是素食，素食就是你知道的，没错，感恩的心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旧石器时代饮食，它强调要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也就是要回到那种旧石器很原始的饮食方式。而且它有3种食物不吃，就是谷物，因为在旧石器时代，人类还没有农业，还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谷类。再来，它也不吃豆类，也吃很少。再来，它也尽量不吃奶类。他认为这些东西都在旧石器时代没有，很少研究来告诉我们说，到底吃了对第2型糖尿病有没有什么帮助。那吃素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呢？这个研究发现说，在某一些特定的族群，是在某一些特殊的基督教派，发现素食竟然可以降低第2型糖尿病风险，到达74%啊！这不知道是不是有耶稣的保佑，还是他们可能有其他生活的调整。如果你不是信教的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吃这种以植物为主的食物，其实还是可以下降糖尿病的发生率。那还有一种饮食，你得到高血压的时候，有人建议你吃，叫做德蔬饮食。那这个德蔬饮食，发现说它其实也可以下降20%的糖尿病风险所以其实也下降的很多。那我们今天讲的地中海饮食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难道我们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吃吗？其实地中海饮食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蔬菜以及全谷类，还有豆类，还有水果。
还有我们要常常使用这种冷压初榨的特级的橄榄油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蔬菜水果我们想了就知道嘛。那豆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植物的蛋白质，它又富含纤维，所以可以促进排便。那这个特级初榨的橄榄油，它则是没有相对的加工。那另外呢，它建议我们每周可以吃2到3次的鱼类。你说，那我能不能吃一些，譬如说飞禽走兽啊、鸡啊、鸭，也可以，但是它次数就是每周1到2次。比较建议吃海鲜啊，这很合理嘛，他们在地中海就有很多海鲜可以吃。那接下来才是吃这种2只脚。那如果我们4只脚的这些红肉，不管是猪肉、牛肉或是羊肉，每个月偶尔吃，它在饮食方面会建议适当的饮用一些红酒。那到底红酒要喝多少呢？其实红酒有很多不同的研究，有些研究觉得说红酒它有白藜芦醇可以抗氧化、扩张血管，让我们不要得到高血压。但有些研究又觉得说，这个红酒其实喝多了还是会容易有酒精中毒的现象。最高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，如果你平常有在喝酒，那你就选择红葡萄酒；如果你没有在喝酒，你也不用特别喝酒。我们还有很多红茶里面啊，或是各式各样的食物里面都有可能有这个白藜芦醇，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补充。那比较特别的是说，地中海饮食还强调要跟人家共餐共餐呢，感觉口水传来传去怎么好？但是其实心里面的这种喜怒哀乐也常常是互相分享，是流动的。而且他建议我们要做一些适当的体力的活动，也不是只是吃得很健康而已。那所以地中海饮食对糖尿病的病人的好处真的很多。研究就发现说，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20%。那如果你吃的食物里面富含更多的油脂或是坚果，可以下降更多，下降到52%。地中海饮食的人刚刚讲到说，糖尿水色素下降0.5%，空腹血糖啊、胰岛素的阻抗也是下降很多，胰岛素的敏感度跟着上升。那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就跟它用的橄榄油相关有关系。那橄榄油其实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等级，最高级的就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，那接下来是纯的橄榄油，再来是精制过的橄榄油，最后则是这个橄榄果柏油啦，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好。那有一个研究发现说，如果你22年来吃吐司，你都不要配奶油，你都配橄榄油，你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其实会比较低哦。那所以橄榄油我们要选好的橄榄油，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发烟点。发烟点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油倒进去之后，它会冒烟嘛，这个油其实已经开始要渐渐变质，所以每个油品它的发烟点不一样。如果是橄榄油，最好发烟点是180度到210度，所以它是耐高温的。我们通常200度以上的油品就可以高温烹调。那如果是140到200度，就建议拿来炒菜。如果是140以下，我们就是用凉拌啊，或是用低温赶快炒一炒。那好呢，橄榄油就是用机械、用物理的方式过滤之后，然后离心之后，就没有太多的精致，就直接放到罐子里面，然后送到你家啦。那好的橄榄油以及好的地中海饮食怎么这么厉害？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抗氧化、抗发炎的成分，而且我们吃很多的蔬菜可以改善肠道的菌丑，对血糖调控有帮助。那综合起来就是可以延缓我们未来要吃糖尿病药的这个时间。那地中海饮食还有2个额外的好处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可以让你重振雄风，没有错。根据研究发现说，有这个性功能障碍的人，在服用地中海饮食的时候，有37%的人怎么样，就可以很开心的去开房间。总而言之，它恢复它的勃起功能，改善性功能。所以有性功能障碍，不要只是吃锌锌是增加精子的浓度。如果你已经50、60岁，根本就是不想要再生小孩，你这个精子浓度太强不小心又当了一次爸爸，真的是很痛苦。那吃地中海饮食还可以降低我们刚刚说的糖尿病啊、心血管疾病、癌症跟死亡的风险。第2个研究它是找1万多个57到61岁的妇女，那让他们去执行地中海饮食之后，发现说，他们比较可以在将近70岁的时候健康的老化，代表说，他们有一个精神啊、认知啊，或是失智症，或是身体功能大幅下降的情形，就是他就很健康的慢慢的变老。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不晓得大家觉得，地中海饮食里面这些东西，你最想先尝试哪一个呢？1. 多吃一点豆类；2. 我要多吃一点香料；3. 我要多吃一点橄榄油；4. 我要好大啦。
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每周六晚上7点，高医师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